这是新款游戏本的热度王，Y字流光润白清凉，漫过棱角温软流淌，大开大合的另一面相，一亮好评69见方，视线下晃，高清摄像头嵌藏，雾中无人视角纯享，带你高高在上。独具匠心的键盘织网，小键盘上扬，截屏键下放，类肤万托细心包浆，玻璃触板岁月抛光，三面环 A 保通畅，15Gbps 不慌忙，适配器体窄狭长，功率不够偷电持仓，256分钟长续航，72次循环充放，80%健健康康，拯救者 Y7000P， 有实力自然狂。客观来讲啊，买一台笔记本要花的钱，对于多数朋友来说都不能算一笔小数目了。那一台笔记本能用的越久，当然也就越好了。我们接到过很多类似的疑问：新买一台游戏本能用几年呢？但说实话，这个问题要考虑的因素有点多，不是很好回答。不过最近我好像有点解题思路了啊，就让我们拿这台最新的主流游戏本一起来探索一下答案吧。外观方面，配色方案从原本的黑底点缀红色变成了灰色加上白色的灯光，这个大 Y 设计我个人还是很喜欢的，感觉拯救者以后应该也会一直保持下去。来看一下配置，处理器是最新的 Intel 8代 CPU i5-8300H， 4核心8线程，显卡是主流的1050 钛，内存为 DDR4 2667兆赫兹，硬盘是一块 256GB 的三星 PM961， 外加一块 1TB 的希捷机械硬盘。眼下纯固态硬盘的游戏本在1万元以内是很难找到的啊，希望能有厂商站出来帮家人们把价格打下来。屏幕是1920x1080P 分辨率144赫兹的 IPS 屏，色域覆盖 89.8% 的 sRGB， 色域容积 93.3% 的 sRGB。色准方面，平均 Delta E 2.47， 最大 Delta E 4.89， 中心最大亮度320尼特。在16:9比例屏幕当道的时代下，这样三面窄下巴宽的双下巴游戏本只会越来越多，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变化。机器首发售价7199元，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在黄色软件上以不到8000元的价格自费全款拿下，跟大家要个免费的硬币，不过分吧？众所周知，一台新笔记本电脑到手的第一件事当然是拆机清灰换硅脂了。让我们拆机看一下。顶部是3根苗条的热管，细细的很可爱。256GB 的固态硬盘和 1TB 的机械硬盘在左侧并列躺着。屏蔽罩内是一根2667兆赫兹的8GB 内存，性能如图。我们简单清理一下灰啊，然后换一下硅脂，这样就 OK 了。不过是骡子是狗还是得拉出来溜溜才知道啊。这样一台主流游戏本到底能不能占未来呢？让我们直接进入重头戏游戏实测环节。第一款是今年的新作《古墓丽影：暗影》，游戏画质设置为中等，运行游戏自带的 benchmark， 平均帧数为33帧，不算特别流畅。然后是明年2月发布的 Apex， 作为枪战类游戏，平均帧数只有57帧，如果是对画面流畅度有追求的玩家，恐怕很难接受啊。顺便说一句啊，这台电脑启动这款游戏很慢，点燃要5分钟左右。让我们把时间维度再拉长一点，再测试一下3年后发布的《极限竞速：地平线5》。benchmark 直接就崩溃了，哎呀，我怀疑是这个内存瓶颈导致的。于是呢，又给它加了一根同规格的8GB 内存。地平线5在极端预设下，最后的平均帧数是20帧，降低画质到中等则能够53帧。之后，我们又在双通道16GB 内存的情况下，重新测试了前2款游戏，两者的平均帧数分别来到了41帧和63帧，有提升，但不是特别明显。看来升级双通道的效果有限啊。1050 钛的性能居然差到让单通道不构成瓶颈了，可以看出 Y7000P 的第一轮战未来表现不算特别理想。让我们换几个在2023年压力比较小的网游试一下。首先是原神，高特效下，在5年后的枫丹，无论是刷材料采蘑菇，还是做日常打深渊，都没什么问题。须弥城跑图也很流畅，看来手机征服原神，在5年后肯定也是毫无压力啊。然后是更吃性能的崩铁，Y7000P 的性能就开始捉襟见肘了啊。特效调到中会比较流畅，如果特效再高一些，掉帧还是挺厉害的啊。最后是撸啊撸，这个游戏不吃配置，在特效拉满的情况下，无论是峡谷还是深渊，都能保证150到170帧的高帧率。生产力测试方面，出于对这台机器性能的尊重啊，我们只选择了点到为止，测 PS 和 PR。
但是呢 PR 有 bug 会闪退，最后呢只得到了 PS 的分数。单通道 8GB 内存下406分，双通道 16GB 下则是558分。Y7000P 在游戏和生产力方面的表现，大家都看在眼里了。你觉得这台在2018年算是主流的游戏本，放在2023年能打几分呢？为了方便大家有更直接、更具体的概念，我们用2023年的数据给 Y7000P 找了个对手，7840HS。从 GPU 部分的测试表现来看，它俩算是互有胜负。1050 钛独显对战 780M 极显 ，FSE 小胜 ，TS 和教室略逊，勉强可以称得上是势均力敌。也就是说，这台2018年的主流游戏本独显，理论性能大概是5年后核显的水平。如果对手是主流一些的独显，比如说 RTX 4050或者 RTX 4060，那就堪称屠杀了。话分两头 ，CPU 这边也没好到哪儿去。无论是 R15还是 R23， 7840HS 和 8300H 的多核跑分差距都有 3.5 倍左右啊。就算换成去年的 6800H， 也还有3倍啊，堪称实打实的降维打击了。好了，实测和跑分之后，让我们回到视频开头的那个问题：买一台主流游戏本能用几年呢？从性能数据来看，5年过去之后 ，Y7000P 2018放在如今确实没那么能打了。用它打3A 会需要在画质和流畅度上做出妥协，用它跑生产力软件会比较难过。但是用它打人气网游通常没什么压力啊 ，Word、Excel、看网页、看视频就更不在话下了。5年，我们这台机器充电循环次数比较少的情况下，电池健康度还是衰减了20%。5年，至少在从现在往前数这个时间范围内，它的表现就是这样的。我自己的话，对感兴趣的新3A 是想体验一下的，像老头环什么的，所以对我来说，这台5年前的 Y7000P 就不太够用了。那对你们来说，相信各位结合自己的需求也有了答案。至于往后数，5年后的2028年，很多事是我们没有办法预测的，正如5年前没有办法预测今天一样。那时候的我想不到10系 N 卡之后发布的不是11系，而是20系。那时候的我想不到守望先锋会以这种方式离我们而去。那时候的我也想不到现在的我会间歇性的电子阳痿。所以说5年之后会发生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如果是空想，那不可预料的变量就太多了。硬件在变，游戏在变，我们自己也在变，并且呢，这种变化不是线性的。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通过现有的数据以及往前数的经验，希望能给你一点参考，这也就是我们的答案了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你觉得有意思，不妨一键3连支持一下我们，谢谢你。这里是比巴评测室，我是猪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